陆九婉脸色微沉，在白桃出手之前，手中的茶水准确无误地向上飞跃，泼在了他的嘴上。嘴这么臭，洗洗。陆方瑶疯了，怎么会？怎么有人敢这么对待自己？他可是堂堂御史千金啊，这贱人也敢在这么多人面前这样侮辱他，气得全身发抖，失去理智一样的扑上去想要撕咬。还不快点把大小姐带下去！这个他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女儿，此时此刻他想打死她。陆方瑶被带了下去，亭子里格外安静，站得远远的几位夫人小姐满脸尴尬，大家相互看了眼，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缓和一下现场的气氛。让大家见笑了，方瑶她就这个直性子，脾性实际不坏，就是听不得刺激的话。虽说看别人家的丑事心里是爽快了，但报应就是伪装同情。方瑶还是个孩子，品性率真，难得。给你要。梁夫人已怕掩嘴，陆夫人感动，连连点头。是，天性率真，方瑶是个善良懂事的。陆夫人准备的这点心真是不错，大家都尝尝。玉琴，你喜欢吃甜食，你也尝尝。谢谢娘。点心堵嘴，这一茬被接过，这回大家识趣多了，说话搭腔都温和了许多。你看什么？陆九丸冷不丁地掀起眼皮看向顾玉清，他一说话就引人注目。顾玉清心底一颤，他说不上来这种感觉，明明王妃也不凶神恶煞的，反而挺安静的，但就是这种安静莫名有一种风感。王妃的妆容挺特别的，从未在南境见过。白桃知道王妃不爱交谈，观察了下王妃的脸色，骄傲地开口：王妃的妆是王妃自己画的，独这一份。众人一听，更是大胆地仔细端详王妃的妆。顾夫人感叹：王妃好手法呀，这妆容细腻独特，眼角似乎用黛粉描深了些，深邃灵动，脸颊上所用胭脂的颜色也十分特别，沉着收敛，口脂颜色也特别，不似我们常用的红、粉之色，此色更加自然朴素。梁夫人点头：顾夫人说到点上了，这眼角用黛粉描深，确实从未见过。萧夫人对这些不如顾夫人和梁夫人懂，附和道：那眼皮子上也是描了色的，你们看，闪亮闪亮的，眨眼的时候好看极了。陆九婉想起了悟空，那眼皮子也是闪亮闪亮的，论时髦还得是猴哥啊。在眼睑上抹胭脂的常见，却不曾见过用黛粉描色的，倒是新奇。况且王妃的妆容所用胭脂之色甚广，我们也从未见过。梁淑妍好奇地开口：南京城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些新花样啊？昨天刚去逛了胭脂铺，没有。众人朝王妃投去好奇的目光，陆九婉忍不住说了句不着调的话：有点想发财。白桃小胸膛微微一挺：是王爷特地给王妃寻回来的宝贝。王爷还给王妃送了一面清晰无比的镜子，还有一颗比太阳还亮的夜明珠，还有好多奇珍异宝，怎么可能？众人不信。在他们眼里，陆九婉被从山上请回来，就是为了替代陆方瑶的。陆家站皇上的队，肯定舍不得将最疼爱的女儿嫁给靖王，白白牺牲。没想到王爷那样清冷严肃的人，也有这样柔情的一面。王妃真是幸福。势头渐起，暑气氤氲，外面的人都回到了长廊、亭子、阁楼里避暑。陆家在阁楼各房间摆设了娱乐工具，供大家交流解闷。琴、棋、书、画，不大一会儿就听见琴声传来，欢快的笑声也传来。走，瞧瞧去，看看大家都在玩什么。萧夫人坐不住了，陆夫人早就不想伺候了。正好，我去瞧瞧解暑汤准备好了没有？王妃不去看看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玉清姐姐和战英妹妹情谊出神入化，每次宴会上大家都会请他们弹一曲给大家助助兴，想来今日也是少不了的。王妃不如一同一步去听听。要说情谊，自然是没人比得上王妃的。闻言，大家都愣了一下，才想起来选妃大典上是有琴艺关卡的，只是选妃大典并不像普通比赛那样允许旁人围观，只有考官们能1对1的一个个考核。
但是有哪些流程，考核哪些内容，很多人都是经历过的，其中就包括顾玉清。那可更要请王妃和姐妹们指点指点了。最近有一首曲子，起调的时候怎么换都不对，总觉得高了或是低了。陆九婉原本懒得动，倒是对这些古人的琴艺和曲子有几分好奇。走吧。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去处，夫人们自行找了个清静的地方去聊天，沿着长廊来到一座临水的小榭。小榭周围或坐或站着许多华服女子，安静听着里面的人弹琴，不时低语交谈。见王妃到来，众人纷纷避让。轮到你了，继续。琴声再次响起，懂琴的人认真听琴，不懂的人跟着瞎凑热闹。陆九婉听着琴声，不知道是原主本身的身体记忆，还是自己本身对琴艺的理解，才听得几分就挑出了一堆毛病。起调处高起低落不衔接，弹奏过程中断断续续，有的地方甚至都少了一拍，急的地方太急，缓的地方太缓。献丑了。不错。女子好生惊讶。啊？顾玉清看了他一眼，从王妃淡然的表情中品出几分善意来。谢王妃夸赞。玉清姐姐，好久都没有听你弹琴了，今日姐妹们可有耳福？战英妹妹刚刚不是还说有一曲想让王妃指点指点吗？战英妹妹先来吧。陆九婉往后靠在椅背上，偏头在白珠身上逡巡一圈，试图找点什么来塞耳朵。可是大夏天的，没有人随身带棉花。萧战英不等他塞好耳朵，已经坐下开始弹奏了，琴音入耳，还好，不炸人。战英妹妹之前说此曲起调的时候总是起不好，王妃可听出是哪里不对了？众人看向陆九婉，陆九婉刚好嗑完手上的瓜子，扔了瓜子壳，随口道：起调没问题，不专心，心不静，琴声没有意境。既然王妃都这样说了，还请做个示范，好让我们学学什么叫做意境。不如我先献丑，大家之后再听王妃的琴声洗耳。怎么能说是献丑呢？谁不知道玉清姐姐琴艺高超？我们好久都没听了，快让我们也熏陶熏陶。玉清，你太谦虚了，就你的琴艺，恐怕没几个人能比得过。周围的女子似乎对顾玉清格外热情，也似乎有意在陆九婉面前强调顾玉清的能力，让她表现一番。顾玉清也没再矫情，坐下调整了一下状态，周围一片安静，等待惊艳时刻。顾玉清姿态优雅的起势，动听的琴音自他指尖传来，曲风婉转动听，如梦幻般的画卷在眼前展开，渠上流水，茂林修竹。献丑了。这首曲子是最近比较喜欢的，练的次数不多，弹的不是很好。这曲子才练了几次就弹得这么好，玉清姐姐你真是厉害啊。萧战英加重了语气，视线扫了眼陆九婉。这晋南城恐怕没几个人能比得上玉清了。梁淑妍提醒道。听玉清姐姐说，王妃的琴艺才是南京一绝，我们听过最好的琴声就是玉清姐姐的，没有见过更好的。王妃可否满足一下大家，让大家也开阔一下眼界？顾玉清其实也没有说过那句话，他之前的意思仅仅是因为不想在王妃面前居高。现在梁淑妍和萧战英两人轮番将她架到火上烤，顾玉清有口难言，艰难自救。王妃身份尊贵，琴音也只有王爷才能听，又怎会在大家面前随意展露？大家莫不是忘记自己什么身份了？陆九婉记着不能在外面给家里那个小气好面子的男人丢脸，所以今天这琴他要弹。顾玉清显然很强，光凭琴艺他不一定能比得过，但是他坐直，随意勾了勾手指。来，都坐过来一点。大家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才试探的上前。众人搞不懂王妃要做什么，白珠白桃也不懂。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叫女儿国的国家。话一出口，听得大家云里雾里，但瞬间就打起了精神。故事爱听。有一天，这里的平静被打破了，女儿国来了4个身骑白马，手持长剑的英俊男人。大家眼神又亮了一分，不知不觉凑近了些。然后呢？士兵急速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了国王陛下。国王陛下十分震惊，他们女儿国已经几百年没有出现过男人了。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女儿国后面有条河叫子母河，
女人只需要喝子母河的水就能繁育下一代，她们无所不能，所有的工作都是女人在做，耕地、经营买卖、修建房屋、管理国家、传播教育，男人只存在传说当中。女子能做这么多事情吗？怎么可能没有男人啊？这不可能吧？喝水就能怀孕生子，不生男胎吗？生男胎不就有男子了？听到这里的大家不由发出阵阵疑问。陆九婉没有停下来解答他们的疑惑，继续。他们很快就被请到王宫里面，觐见了女王陛下。他们个个身量修长，面如冠玉，英姿飒爽，风流倜傥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。身着白衣之人名叫陈玄，此人玉质金相，举止文雅，心地善良。身着黄衣之人名叫孙武，他长得气宇轩昂，天生聪慧过人，武力高强。身着黑衣之人名叫祝鹏，他风度翩翩，憨厚单纯，大智若愚。身着紫衣之人名叫沙卷，此人剑眉星目，勤劳善良，内敛稳重。4个男人怎么够分啊？才4个。是啊，难道要很多女人分1个男人？啊，和我们现在一样吗？哇，和王爷一样英俊高大吗？嘘，王妃在呢。 4个听起来都好好呀，你选谁？嘘，先听完。4人得到女儿国热情招待。这一讲不仅吸引了全部的年轻女子，就连夫人们也慢慢靠近，侧着耳朵听了起来。这女王和侠士好新颖啊！陆九婉觉得自己在说书方面有极高的天分，在编故事上也有极高的天分。从开口到结束毫不犹豫，出口成篇，流畅至极。现场的人听得一惊一乍，笑声连连，激动不已，最后难过惋惜，泪洒现场。短暂的相处，怦然的心动。女儿国国王心系陈玄，提出要留他在女儿国做王，他做王后。他深深爱上了这个为他勇敢拼搏、救他于水火的人。而陈玄面对端庄高雅、柔情似水、真诚热情的国王陛下，不知不觉早已心动。可是他肩膀上还有家国责任，选择留下，他就能成为一国之王，拥有一个国家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但这却是对国家的背叛。身为男人，作为国家最信任的将士，他做不到。女王也不可能抛弃国家跟他离去，可这一去，前途茫茫，他注定错失所爱。两人在家国责任和爱情之间选择了前者，痛苦分离，心痛如割，万般不舍。思去茫茫，前路未知，未来不可期。从此以后，女王孤独地守着她的国家，房间里挂着一幅陈玄的画像，慢慢退晒。陈玄带着3个兄弟继续前往漫漫征途。陈玄不能先娶了女王再去取经吗？至少给女王留个孩子，也是个希望和念想呀。傻子陈玄。陈玄一直叫人在女王陛下女王陛下的，是不是都还没有问过别人的名字呀？陈玄真讨厌。陈玄为了他的国家，放弃了做一国之主的机会，放弃了和心爱的女王相爱相守的机会。陈玄。其实陈玄在女儿国的时候，女王给他弹了一首曲子，这首曲子他记了一辈子，叫做《女儿情》。你们可想听听？众人坚定又激动地回答。陆九婉看着眼前琴案上熟悉又陌生的琴，眼帘下重现曾经的光景，晃一瞬，以为时光穿越回到了从前，暗自做了下心理准备，轻轻抬起一双玉手，轻拢慢捻，转轴拨旋。大唐玉帝还不来战凤城鸾也？思悠悠，情悠悠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敢问王妃，
此曲真的是女王陛下弹给陈玄的吗？那我一定要学会。我也要学。我也是。叽叽喳喳全是坚定要学曲子的人。外圈夫人们摇摇头，孩子们太不矜持了。可有人记住曲子了？玉清姐姐肯定记住了，问玉清姐姐肯定没错。大家听了曲，听了故事，又喝了解暑汤，心满意足地扎堆聊天。只知道王妃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没想到讲故事也那么擅长，比茶楼里的说书先生说的有趣多了，还一次性就说完了。是啊，所以说能被选上当王妃呢。陆九婉悠闲地坐着品茶，心里有点小小的得意。瞧，男人，本王妃在外面给你挣面子了，不信。用过午膳之后，大家纷纷朝陆夫人告别。陆九婉在这儿待了一上午，也没见到一个间谍来找她要东西，估计间谍都习惯月黑风高吧，抬脚就欲朝外走，被一个丫鬟打扮的人拦住。皇妃，三姨娘请您过去一趟，说是许久未见，想念您了。什么事？还有脸问？你说说今天做了什么好事？你说说，本王妃做了什么好事？你当初就不该叫你嫁给靖王的，有什么用？更不该叫你从小就送出去，应该留在我身边，至少还知道孝字怎么写。今日回府只顾作乐，完全忘记了我这个做娘的。九婉，你叫我好失望。陆九婉搜索着这身体里的记忆，她这三姨娘是个超级恋爱脑，一心都扑在陆御史身上，被爱了2年生了她，后面就被冷落了。后面原身刚4岁就不顾她的生死，把亲生女儿送出去当棋子，就为了博得那个薄情的男人的一点点怜爱。别说他现在占据了这具身体，就算是原身，对这个女人也没有任何感情。还有，你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在那么多人的面前，怎么和夫人说话的？她是你的嫡母，你知不知道你得罪她，遭殃的却是我？最主要的，你怎么敢得罪大小姐的？她可是你的嫡姐，你竟然还用水泼她，你不怕你父亲责怪，我还担心怪责到我的头上来。三姨娘见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得不到回应，在下人面前她也挺没脸的。反正她现在是王妃了，自己也不能真的拿她怎么样，也就作罢，脸色难看的坐在一旁。说完了，说完本王妃要回去了。别乱走，你父亲交代了，一会儿就来，你在这里等着。说着出了堂屋，去了卧房重新审视妆容。他一走，留下陆九婉在前厅等着。陆九婉也不想大晚上有人翻墙进屋去找他，耐着性子在这儿等着，撑着下巴眯着眼。三姨娘打扮完过来，端庄的坐着，静候一个男人的到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陆御史才来。白珠提醒他：皇妃，陆御史来了。陆九婉仍旧撑着下巴没动，眼皮半掀。瞅见来人，陆长安身高8尺，容貌端正，一把年纪了还给人世家公子的感觉。怪不得三姨娘是个恋爱脑，怪也是怪，偏偏陆大小姐没有遗传到。听说你今日在宴会上，不光是顶撞你的母亲，还泼了你长姐一身的茶水。陆九婉眉目淡淡的，陆御史教训：虽然你如今是身为王妃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我们永远是你需要尊敬的人，你的礼仪教养都白学了。没别的事，本王妃就先走了。站住，成何体统！陆九婉，你不要忘记你王妃的身份是怎么来的，就算你当上了王妃，那也是我一手赐你的，送你上去容易，拉你下来更是易如反掌。那你先去问问帝江同不同意。帝江，你指望他能护着你？我看你是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了，不想要下个月的解药你就走，我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究竟找我什么事？不是我走了。陆长安看着跟在他身边的2名侍女，挥了挥手：你们先出去等着。2人没动，看了眼陆九婉。陆九婉无所谓：去吧。2人恭敬地退出去。你也回屋，我等会儿去看你。三姨娘脸色娇羞的也退了出去，临走前只看了陆九婉一眼。对这个女儿，她没养在身边，没有什么感情。她脚步轻快的离开。陆长安这才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，递给陆九婉：
听说你现在突然得宠，常与王爷一起用餐，这东西每日加1点到他的饮食里。陆御史见他不接，又往前送了送。不敢吗？拿着，别忘了你的任务。要是能把这件事情做好，这个月任务就算完成。陆九婉这才伸出2根手指，将小瓶子拈了起来，转身朝外走。陆御史看着陆九婉的反应，觉得他变了，眉头紧蹙，看着他的背影提醒：别忘记了，你是皇上的人，是无影门的杀手，你嫁给帝香是为了完成任务，只要把事情办成了，到时候皇上会给你解了身上的毒的，你再也不用受那噬心蛊的折磨了。就怕他临阵变心，站了靖王的队，关乎成败，关乎生死，谁也不敢大意。陆九婉头也没回，身影渐渐淡出他的视线。无影门，一个杀手组织，帝玄义是这个组织的第3任门主。后来文太后大肆敛权，幕后之臣每家必须上交一个子女进入他的杀手营，美其名曰由皇家代为教养，培养优秀子女。也就是因为他舍得，他才能走到今天的位置。御史府仗着自己是王妃的娘家，连礼节都不懂，请知道请，送不知道来送。白桃边走边抱怨，堂堂靖王妃竟然被这样轻慢对待，什么娘家？参见王妃，王妃这边请。大胆，你是谁？2次3番请我们王妃去哪里？谁那么高贵，想见我们王妃，让她给靖王妃递帖子？陆九婉猜测，这回该是黑衣人了吧？黑衣人出现在陆家也正常，毕竟都是一个狼窝里的。带路吧。白珠白桃无话可说，面无表情地退一步，准备跟在后面。你们2个留在这里等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陆九婉交代完，就跟着丫鬟离开，留下白珠白桃2人气呼呼的干瞪眼。王妃真的心太软了。在丫鬟的带领下，陆九婉朝着一处空院子去，还没进屋，就见里面有一个男人。东西呢？陆九婉对他没什么好奇的，凭着记忆知道他就是无影门的人，果断地将袖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抛给他。那人蹙眉接住，有些不满他的态度，将陆九婉给他的东西打开，随便扫了一眼，便将东西藏进怀里，然后才扔给他一个药瓶。下一次需要拿更有价值的东西来换。说完离开，快速消失在陆九婉的视线范围内。陆九婉打开瓶子，朝手心一倒，是一颗药丸。回到王府，帝江不在，正好陆九婉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他要好好研究研究这解药是怎么回事。宴会期间，各家小姐都说想要听王妃弹琴。弹的哪首曲子？王妃起先没有弹奏，而是先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。讲。丫鬟凭着高强记忆力，一字不落地开始复述王妃讲的故事。即便没有抬头，但是怎么感觉她越说，周围的空气越冷呢？慕白和元苍2人瞧着自家王爷，只见他脸色一如往常的平淡，可谁都看得到他周身那一片薄薄的郁气。王爷怎么生气了？这个故事虽然离谱，但是还挺好听的，挺新鲜的呀。继续说。王妃的这个故事把在场的一大半小姐都惹哭了。哭什么呀？帝江不解，元苍也不解。慕白忍笑接话道：王爷，她们都是女子，多愁善感，一般听到这种凄美的故事都会异常感慨的。哭可能是因为被那女王和陈玄的爱情故事感动了，又因为他们不能在一起，小姐们觉得十分的可怜。丫鬟悄悄看了眼慕白，慕白大人好懂。继续。王妃说，陈玄在女儿国的时候，女王给她弹了一首曲子，这首曲子她记了一辈子，叫做《女儿情》。慕白立马道：来人，拿琴来。丫鬟心里一突，立马准备跪下。帝江挥了挥手：不用。慕白退后，丫鬟松了好大一口气，暗自气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慕白大人。她是记性好，灵活变通，但她不是千金小姐，没学过琴啊。王妃的一首《女儿情》又听哭了一片。帝江压不住的唇角轻轻扬起一抹小小的弧度，耍小聪明。为了赢，先讲个故事将人带入情绪，然后再以琴音渲染。宴会结束之后，王妃被人请到陆家三姨娘的院子里，隔了半炷香的时间，陆御史来了，
没过多久，王妃就从院子里出来了。快出御史府的时候，又被人请走了。在一个无人的院子里见了一个人，王妃和那人给自己交换了一件事物。王妃很快就出来了，然后就回了王府。帝江听完，淡淡挥手：“下去吧。”一个下午的功夫，女王和陈玄的故事就传遍了南晋城大大小小的闺房。傍晚时分，陆九婉从房间里出来。研制解药没有那么快，分析里面成分也需要时间。主要这是中药，和西药的区别很大。不过距离下一个1月之期还有足足1个月。参见王爷。闻声，陆九婉抬眸，看见迎面大步走来的一群人。帝江高大俊美，气宇轩昂，沉稳霸气。他迎着他的视线走到他面前，略微顿足。陆九婉直杠杠地站着，看他想起什么似的，淡淡扯了一个笑容：“本王妃今天在外面给你挣了点面子。”“说一下怎么挣的。”“当然是以本王妃高超的琴艺俘获人心，在场众人听得心服口服。”“是吗？本王怎么听说王妃今日在外面给别人讲故事？”“怎么了？讲故事犯法？”帝江的心情一下子就烦躁起来，抓住他的手，迫使他停下脚步。他仰头看他，见他刚刚还晴朗的脸色，此刻有点沉沉的。“女王陈玄，你是女王，谁是陈玄？本王还是别的男人？”靠，这个阴晴不定的死男人！陆九婉无语的偏头斜视着他。“就你也配当陈玄？人家的肉吃了能长生不老，吃了你的3天就拉干净了。”说完，从衣袖中摸出一本厚厚的古籍，拍在他的胸口。他在这时候把这本书给他，难道里面记录着女王和陈玄的故事？真的有女儿国？荒唐！那应该是一本传奇。他把书递给身后的慕白：“拿到我的书房去。”陆九婉坐在膳厅的椅子上，看也不看一眼从外面走进来的狗男人。帝江面不改色地坐到他的身旁：“今日宴会可玩得开心？”“一般。”“哪里不满意了？”“多一般。”帝江无奈，抬手解下腰上的荷包，放到他面前：“都给你。”陆九婉好奇地放下碗筷，拿起桌上的荷包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不带片刻犹豫，拉开，将里面的东西都掏了出来。一沓银票，一支茜杨枝玉兰花翡翠簪。陆九婉将银票自然而然地塞进自己袖子里，拿着簪子问他：“这是给我的？”帝江见他如此淡然地藏了银票，提也不提，好像银票根本就不存在过，内心有些好笑，点了点头：“小兰花。”“正好，我也有东西要给你。”“这是什么？”“不知道，你岳父大人说让我每天在你饭里加一点。”“他才懒得加，费事，直接给他不就得了？他想吃的时候自己加点不就得了？”“看来御史大人很关心本王，不如王妃陪本王一起尝尝，这定然是补身子的灵丹妙药。”“有病，他才不尝，有毒。”“你自己尝吧，我吃饱了。”他站起来就往外走。“去哪儿啊？不像你真的尝，坐下陪本王用膳。”“借个小手，你要一起吗？”陆九婉耸耸肩出去了，借完手，洗了手，进门见帝江继续在用膳，那小瓶子就放在餐盘旁边。他走近，不确定地问：“你加了？”“你外爹给的灵丹妙药。”“胡说。”陆九婉这才放心坐下。晚饭过后，陆九婉就盼着他离开，他好独自一人，想躺就躺，想坐就坐，想吃就吃。“你怎么还不走？”“本王今晚留宿在这里。”“今晚不行。”“为何不行？”“我今晚暂时不想要。”“本王说留下，并非是为了你所说之事。”陆九婉敷衍的点头。帝江又气又恼，他明显就不信，驻足片刻，还是决定不和他辩驳，不然输的肯定是自己。帝江回到云鹤院，沐浴后便进了书房，一本厚厚的《西游记》正在案桌上静候着他。他坐下，身体得到放松，神色有些慵懒闲适，想到刚刚从陆九婉那里受到的气，弯了下唇角，抬手翻开桌上的书，书房静聊，抬头才觉时间飞逝，窗外已经漆黑如墨。好一个陈玄，竟是个和尚，果然是他的王妃。好好一个传奇故事，被他改得面目全非。启禀王爷，
王妃院子里丫鬟来说，王妃身体不适。帝江急步赶了过来。房间内，一群丫鬟围在房间，试图将王妃扶到床上。滚出去！丫鬟们吓得心脏都停了一下，忙退了出去。不顾陆九婉挣扎，帝江将她放在床上，从袖口里拿出瓷瓶，将里面唯一的一粒药倒在手心，拈起来喂入她的口中。吞下去，吃了就不痛了，听话。他未发觉，他的声音是从未有过的轻柔耐心，怕他浪费这唯一的一粒药。他一手控制住他的身体，一手掐住他的下巴，迫使他吞了下去。陆九婉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，睁不开眼。药效并非一下就起了效果，帝江为了药便不再束缚他，坐在床边防止他翻滚下来。他身上的衣衫轻薄，全被汗水湿透，毫无保留地显露出他曲线婀娜的身材。帝江只觉得他肯定很难受。来人，准备沐浴之物。门外丫鬟忙应。他继续看着床上的人，他的状态慢慢平复，眉头仍然紧紧皱在一起。他伸手温柔地轻抚他的额头脸颊。没事了，好好睡，本王守着你。似乎这话奏效，他身上的紧绷缓缓消散，呼吸也平缓安静了些。看着他难得乖巧的样子，帝江眼底全是柔软，热水和贴身衣物都准备好了。王爷，奴婢该给王妃擦身体了。东西放下，出去，本王亲自来。白桃放下东西离开，内心却震惊不已。王爷竟然要亲自给王妃擦身体，亲自？王爷会吗？帝江看了眼盆里的热水，旁边擦身体的帕子，拿起帕子打湿，水温刚好，拧干帕子，看向床上的人，眼神温和轻柔。他轻轻擦拭他额头和脸上的细汗。帝江坐在床沿，一动不动看着床上的人，心境平和，安宁舒畅。他不是换到了解药吗？怎么还会出现在这样的情况？难道他没有？不可能，背叛的下场绝对不是这么轻松的，那只能说明他没有服用。所以他想做什么？试一试不吃解药的后果，企图摆脱组织。陆九婉深吸一口气，缓缓睁开眼，视线从模糊到清晰，眼前是一张俊美容颜，轮廓立体流畅，剑眉浓密漆黑，睫毛纤长，鼻梁高挺，薄唇轻抿。尽管睡着，他身上的天皇贵胄之气也一点不减。对于昨晚，他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，依稀记得是帝江在照顾自己。帝江纤长的睫毛轻轻掀开，微明的光线中，眼前是一张笑嘻嘻看着自己的美艳面庞。他的眼睛像猫一样又亮又灵动，摄人心魄。陆九婉见他醒来，收敛笑容，仍静静看着他，对视良久，猛然回神。什么时候醒的？身体可还有不适？帝江见他不答，观他气色还好，也不追问，偏头扫视了一眼房间内，微明还早。你再躺会儿。说着想起身，陆九婉伸出一条修长的腿，将他的腰身缠住。帝江偏头询问地看他，陆九婉迎着他的目光，有点依赖地看着他。这个发现让他心软，倒回枕头上，慵懒又温柔地问：怎么了？陆九婉不说话，将仍然挂在他的腰身上的腿收回，半撑着身子，不由分说地开始抽他的腰带。你身体欠佳，今日好好休息，不要劳累。陆九婉挣脱开，倔强又傲娇地看了他一眼，这回直接开始扯自己的衣带。帝江默默叹气，无奈又愉快，他逃不掉了。衣带扯开，露出里面桃红色的小破布。陆九婉挑了挑眉：你给我穿的？小破布，有点意思。蒙住天空的灰布被扯开，阳光从云层放出万丈光芒，霞光祥云，五彩斑斓，艳红的朝霞飞到了守在门外的丫鬟脸上。王妃，画本终于出了，今日一个上午就一售而空，这还是掌柜专门给您留了一本。陆九婉睁开眼，接过画本子，随手翻翻，神色满意。他的短篇小说出版了，连续几天，女王和她的风流俏公子卖疯了，甚至出现倒卖的情况。帝江正和帝寻、谢明科，另外还有2个中年男人在商议事情。王爷，您要的画本。慕白进屋，见大家都淡定喝茶，应该是刚谈完了事情，于是他上前将一本女王的风流俏公子递给王爷。
帝江抬手接过，瞥见书名，嘴角一抽，欲将书塞进袖子里。帝寻眼尖，戏谑地开口：女王的风流俏公子，哼，哥，不过大半月不见，你的口味竟然变化这么大。不知道哥你还记得之前你让我少看一点玩物丧志的东西吗？帝寻这段时间一直在外面查询圣旨的下落，并不知道这竟然是他亲嫂嫂之作。谢明科轻笑一声，对着帝寻说：那可不是普通的玩物丧志的东西。帝江眼神清扫，谢明科住嘴。帝寻一听来劲儿了：什么好东西啊，还藏起来了？旁边一位中年男人几番欲开口，犹豫来犹豫去，和身边人对了个眼色，终于开口：王爷最近可听到关于王妃的诸多传言呢？右相有什么话直说便是。臣听说这画本……嗨，王妃取了个好名字，他都不好意思念。整个南锦城都在传，这画本乃是王妃所著。你说什么？顾雍无奈地看了眼帝寻，接着对帝江说：臣听不少人都在议论，说王妃写画本不合身份，更有甚者说王妃写的东西是妖言惑众，真龙天子至高无上，王妃画本中的女王有大逆不道之意。不知道王妃是受人指使，还是无意之举，臣担心因此牵连了王爷，误了大事。另一大臣上前行礼：王爷，顾相说的在理啊。那就把妖言惑众的人带到本王面前来，本王亲自审一审，到底是何居心。王爷的家事，臣等不该插手，但是王妃可是陆御史的女儿啊。既然是家事，又是女儿家性质，谁敢这么没分寸插嘴？越过本王来过本王的家事，就别怪本王不客气了。顾雍一开始也觉得就是女儿家的小事，倒不至于上升到不敬皇家的地步，只是也担心说的人多了，难免会给有心之人可乘之机。既然王爷态度坚决，那他也无法。哥，要是因为一个女人误了大计，危及的可是你亲弟弟我，还有你自己的性命，你可想好了？王爷肯定有自己的打算，可能只是不方便说。我哥一看就是被色迷了心窍，你不劝他，劝我干什么？谢明科摸摸鼻子，他觉得王爷不是那样的人，王爷心里肯定什么都清楚的。就说现在他研究的解药都快有结果了，到时候王妃不受旁人控制了，反过来还能帮王爷呢。你们不必忧心本王的家事，凡事本王心里有数，事情并非你们想象中的那样。你们担忧之事，本王自有谋划。是。顾雍和大臣忙应声，王爷的话从来不叫人质疑，王爷的威严让人不敢藐视。臣告退。臣也告退。两人走了，留下帝寻和谢明科。帝江扫视两人一眼：我在外面辛苦那么久，难道不配哥给我接风洗尘？我今天就要去你家吃饭。帝江静默2秒，站起来朝外走。帝寻朝谢明科抬抬下巴，示意他跟上。谢明科轻轻摇了摇头。帝寻眼睛一眯，上前牵住他的袖子：必须去。万一挨揍，还有个人在旁边劝劝。帝江回来就进了书房，管家和下人招呼着雄赳赳气昂昂的两人。对了，今晚是我的接风宴，这府里该请的人都请来。管家想了一下就明白了：是，奴才晚点就叫人去请王妃。陆九婉这段时间都在研究解药的事情，也通过西医的方式积极给自己身体解毒。之所以一方面给自己的身体解毒，另一方面还要研究解药，就是为了以防万一。另外，经过他的研究，他发现解药的比例一换能达到的效果更好。等他再研究一下，也许能配出彻底根治的解药。王妃，云鹤院派人来说，请您今晚在云鹤院用晚膳。行吧。西沉的落日照得云鹤院金碧辉煌，威严雄伟。陆九婉刚走上台阶，就见帝江从环廊拐角处走了出来。他抬了抬下巴，算是打招呼。帝江远远看见他抬下巴，知道他是跟自己打招呼。想到几日后的宫宴，他略微有点头疼，想给他找个礼仪嬷嬷，又担心他像上次一样生气。他站在原地，观他大步流星地走来，沉默。发什么呆啊？走啊，吃饭去。陆九婉上前，毫不犹豫地牵起他的手，往膳厅走。我哥和那个女人怎么都还不来啊？果然是丰衣足食习惯了，
不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。陆九婉刚走到门口，便听到里面有声音，他驻足抬头看帝江。谁？小寻和谢明科。你那个不懂事的弟弟？嗯。我回去吃，懒得和他吵架。就在这里吃吧，别理他。要是他挑事，吵哭了不赖我啊。他踏步进去，帝江跟在后面。桌边两人见到他站了起来。王爷，王妃。谢明科行礼，帝寻轻咳一下，他为什么要站起来啊？四人各坐一方，帝江霸气沉稳地端坐首位。用膳吧。是。谢明科后悔没真心甩掉小王爷，心里想着来看戏。不过现在除了小王爷动作比较大，一直在表达不满外，大家都在静静用餐，倒也还好。可是就在他心里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两双筷子不约而同地夹向同一个红烧狮子头。帝玄和陆九婉两人同时抬头看向对方，手上的筷子一点没松。帝江咀嚼的动作顿住，这么大的饭桌，盘子里那么几个头，两人是怎么夹到一块儿去的？视线在两人之间转了一圈，感觉两人之间火花四溅，心中微叹息。他收回视线，淡定地继续用膳。谢明科眼睛微微睁大，不是，王爷您不管啊？他微愕，算了，那他也不管了。陆九婉本不想同这小孩一样幼稚的，但是他无缘无故看自己不爽，让他更不爽。当一个小孩看你不顺眼，老是想欺负你，而你假装无动于衷的时候，小孩不会停止他恶劣的行为，反而会觉得你不敢拿他怎么样，越来越嚣张，要么不收拾，要么一次就让你服。这时候陆九婉当然不会惯着他，他用力往自己这边夹，帝寻眉头一蹙，拼命往他那边夹。狮子头都头疼死了，快烂了，把我切了一人一半行不行？帝江看到陆九婉眼中闪过一丝狡黠，悄无声息地后仰了一点。下一刻他松开了筷子，恭喜小王爷喜得狮子头一枚。那狮子头果然如他所愿，被他抢到了，而且亲密地滚到了他的怀里。汤汁溅了他一身。你帝江静坐不动，事不关己。陆九婉淡然地坐在原地，看着帝寻的衣服，嫌弃的道：咦，真脏。帝寻立马暴跳如雷，以筷子做武器，朝陆九婉飞射过来。我杀了你！陆九婉一个侧身避开，行云流水。而此时帝寻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，他起身迎招，两人默契地打出了扇厅，满腔怒火都发泄不出来，所以谁也没有留情，势如水火。帝寻出招的速度很快，陆九婉的速度也不慢，见招拆招，他以手为刃，朝他颈部横砍。陆九婉快速抬手抵挡，另一只手迅猛攻击他的腹部，帝寻灵巧地翻身避开。帝江优雅地用完了晚膳，才信步走出膳厅，走到廊檐上，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人之间快速过招，见谁也占不到便宜。小寻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，聪慧灵敏，身手不凡，难有敌手，所以他才放心让他出去找圣旨的踪迹。倒是还没有见过他王妃的身手，也有点低估了他的身手。也好，省得被人欺负。既然要打，今天谁也别插手，让他们两个打个够。帝寻的一招一式都刚劲有力，灵活迅速，一招穿掌闪劈欺压而上，势如破竹。掌风刮过，衣袖刮走了陆九婉头上的兰花玉簪，眼看簪子被衣袖甩开就要落地，玉簪落地几乎不可能完好无损。陆九婉半点不做思考，飞速伸手去接。帝寻眼里闪过一丝得意之色，趁机进攻。下一刻众人都没有看清王爷是怎么飞速闪现在王妃面前，接住了玉簪，并一脚将帝寻踢飞的。玉簪到手，伴随着砰的落地声。陆九婉转头看见帝寻屁股着地，眉头一挑，乖乖沉默。哥，你干什么？凭什么揍我？明明是他欺负我，你为什么不揍他？你上门欺负人家妻子还要好脸色，也是王爷惯着你了。他哪里配？配不配是王爷说了算。再说了，你刚才弄坏的簪子是王爷千金买回来的，还花千金给他买个破簪子。帝寻气不打一处来，两个鼻孔一起出。我和他之间，你只能选一个。陆九婉这下都分不清他到底是吃醋了，还是单纯的不喜欢自己。帝寻倔强地看着帝江，要听他选择。帝江满目威严。回去换衣服。哥，
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走出10来米，猛地停下，回身愤愤地道：我饭都没吃。然而他哥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淡淡地看着他。倒是谢明科上前将他往屋里推。哎呀，走，先吃饭吧，反正都是自家人，换衣服不着急，先吃饭。帝寻瞪了陆九婉一眼，一脸不情不愿地进屋吃饭了。帝江低头看着手中的簪子，缓缓侧身，看见陆九婉安静地待在自己身边，抬手挑起他的下巴，对上他的眼睛。身手不错呀，但近身交手你的力量不如小寻，会吃亏，下次遇到这种对手要灵活应变。比如用你头上的簪子做武器。你的好弟弟听见了会哭的。他将簪子带回他的头上，满意的看了眼，牵着他进去吃饭。两人进来的时候，帝寻正化悲愤为食欲，大口大口的吃着，那狮子头全部都堆在他的碗里。西游记好看吗？帝江已经吃饱，只是陪着两人，怕他们又打架。不错。帝寻纳闷，什么西游记？陆九婉真诚的开口。突然想到很久之前听过的一个非常难以置信的传说，想听吗？帝江静静看着他真诚的样子，余光嫂见他的傻弟弟竟然竖起了耳朵。平日里觉得他聪慧过人，稳重成熟，不知道为何一碰到陆九婉就显得智力不足，暴躁易怒。不等帝江说想不想的，陆九婉就开始了。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小地方叫小爬犁，那里的女人个个穿着宽大蓬松的裙子，漂亮精美。他们国家有很多漂亮的城堡，用砖块或者石头建成，很高大壮观，还要用珠宝做装饰。陆九婉见桌上几人都竖着耳朵听，继续讲。在他们那儿有一座很漂亮的宫殿，金碧辉煌，十分精美，红砖建成，3层楼高，一共有2000多个房间。其中有一处大厅叫做镜厅，墙面镶嵌了400多块落地镜，反射着穹顶壁画，金碧辉煌，奢华无比。但是这2000多个房间，没有一间是厕所，没有一间茅房。桌上3人默了。这宫殿不住人？住，多的是人住在里面，跟你们的皇宫一样，里面住着他们国家最尊贵的人。那人有3劫，这怎么解决啊？不光这里没有茅房，他们那儿每家每户都没有茅房。啊？是不是想问他们去哪里解决？帝寻犹豫的点点头。陆九婉看向谢明科，谢明科也在认真等答案。他又看向帝江，帝江收回视线，端起茶杯。不是说了吗？他们那儿的女人穿着漂亮精美的蓬松大圆裙，大圆裙里面有内衬支撑着裙子，就是为了能够随时随地拉屎拉尿，还不用粘到裙摆上。帝江被一口茶水呛到，从没有这么失态过。帝寻石化了，嘴巴都张大了。谢明科听得目瞪口呆，嘴角狂抽。他们随时随地想拉就拉，所以那座漂亮的宫殿随地可见的都是屎尿。不光宫殿里，他们那里的男人出门需要穿高跟鞋，跟部很高的一种鞋，就是因为在大街上经常踩到屎，避免脏了脚。为什么大街上也会有？难道他们在街上也能做得出来？想拉就拉呗，他们还有自由泼粪的权利，提着粪桶里的粪便从楼上直接泼下来，对他们来说和吃饭一样正常。下面路过的人就会被淋一身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哦，不洗澡，他们基本都不洗澡，一辈子也洗不了几次，所以他们会创造很多香水掩盖身上的臭味。讲文明的人会拉在桶里去倒掉。城墙角是一个堆屎的好地方，敌人来进攻就可以踩着他们的屎堆爬上城楼。帝寻嘴角疯狂抽动，嘴呕了又呕。护城河里是他们拉屎拉尿和倒粪桶的最佳选择地，也算是为了他们做了点贡献，至少满河的金黄提升了护城河的抵御力。帝寻捂住嘴，站起来往外跑。谢明科也一脸苦大仇深的站起来，对着两人匆匆行了个礼，话也没说就转身离开了。刚出了门口，就听见他的呕声。陆九婉转头看着帝江，见他眉头紧皱，嘴唇轻抿，似遇到了麻烦之事，乐呵地安慰他：没事儿，离这儿还远着呢，撤不着你。离这儿远的意思是，这事儿是真实存在的，简直离谱至极。陆九婉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拿起筷子夹菜，没有人在旁边烦他，他吃得格外香。帝江见他吃得香，心知他是为了赶走小寻故意编的，只是他是怎么想得出来这些令人闻风丧胆的故事的？有没有可能
我说的是真的。闭嘴，吃饭。不细算了，天大地大，时空流转，你没见过的事情可太多了。帝江看着他眼神飘远，似乎在怀念很多他未知的东西，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让他心里有点不舒服。那就一点点的说给本王听，本王一天听一点，总能听完。陆九婉用视线瞄他，思量半晌。也行，那是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呢，还是从人类从猿猴进化成人开始呢？我想想。帝江将话听在耳里，觉得他奇思妙想，倒是真的有点期待。第二日，天色鱼肚白，芙蓉帐内，女子娇软地躺在趴在男人宽阔健硕的胸膛之上。帝江醒来就觉得有座小山压着自己，习惯了。他抬手将他脸上凌乱的长发拨顺，露出他沉睡的面孔。醒了一会儿神，才将他的手轻轻拨开，半坐起身，又抬起他的腿，轻轻放到一边，拉了被子给他盖上。陆九婉动了动，抬腿圈住他的一条腿继续睡。帝江嘴角轻扬，轻轻拍了拍。放开本王，不许耍赖。被子里没有动静，帝江抽了抽腿，没抽动。不可任性。见他不理，才说：今日是百花节，早些起来洗漱，去外面走走，看看热闹。好玩吗？你去看过了便知，人多，吃喝玩乐也多，但不可接受旁人赠予的花，记住。那就去打个卡吧，难得来一趟。万一穿回去了呢？打个卡。帝江发现他嘴里总是出现他听不懂的话语。那就起床吧，松腿。他双手卡在他的腋下，将他抱了起来，坐在自己的怀里。每日早晨都因为陆九婉耍赖，帝江都来不及用早膳就要赶着去上朝。天幕全部拉开之时，朝堂大殿之内，文武百官身着官服，已经严整肃静地站着上早朝了。金光耀眼的龙椅上，男人身着龙袍，高大严肃，外貌与帝江有一两分相似，身上的气势却和帝江半点不同。众位爱卿，可还有事上奏？百官沉默片刻，一人站了出来。皇上，臣有事要奏。帝位之上，帝玄义眉眼淡淡，点了下头。此事是关于晋王的。闻言，众人纷纷抬起眼皮看向帝江。帝江岿然不动，淡然处之。那人说着的时候，也小心地看了眼帝江的方向，下定决心继续说：臣本不该多言，只是若是对此事不管不顾，恐怕影响严重。臣闻晋王妃写了一篇话本，流传甚广，已经传出了南晋城。帝玄义看了眼他的皇叔。此事本无多大不妥，只是话本之中传递的思想恐怕有害呀。说着，他从怀中掏出一本《女王和她的风流俏公子》，恭敬地呈上。帝玄义旁边的公公观了眼皇上的意思，然后匆匆下去接了上来，恭敬地呈给他。帝玄义看着画本上的几个黑色大字，眉头不着痕迹地蹙了蹙。他如何写得出这类东西来？皇上是真龙天子，顶天立地之人，而书中小小女子怎么能与皇上相比呢？满国皆是女子，置吾等男儿于何地呀？将吾等男子守家卫国的血汗置于何地？长久以往，影响深远呐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就有几道声音附和：臣等也是如此认为的。晋王妃此举不雅不敬。皇叔可有话想说？他看向帝江，帝江威严地看向上奏之人。没想到本王的王妃闲云之乐写的话本子，就能让李大人、林大人、周大人、王大人和赵大人如此忧虑深重。帝江一个一个念名字，每念一个，被念之人的心就提一下。皇上明鉴，臣只是担心这样的思想会迫害了百姓。臣也只是忧心，有些事就是要防范于未然才好，并非。帝江身旁之人站出来义正言辞的道：区区几言就笑得如此时代，还要大张旗鼓，看来你们还是看得书太少了。不如下朝之后，本宫多找些给几位大人看看，让各位大人锻炼一下心性。别看了鬼怪传奇就要闹着做法事，听了离奇之说就要兴师动众探食一番，如此狭隘浮躁，怎么能堪当大人，替皇上分忧？几人吓得脸色一变，帝江不紧不慢地接了一句：
几位大人不必忧心，既然几位如此轻信，王妃又略有文采，过几日再写篇男儿国的话本子，你们看了解解忧。帝玄义意外地看着皇叔，皇叔向来不愿与人争辩，近来听说皇叔对晋王妃宠爱有加，看来确有其事。只是没想到他一向清心寡欲的皇叔也会为了一个女人做到这种地步，不愧是媚杀，连他的皇叔都抵挡不住。帝玄一眼一眨，眸中神色收敛。不管本王与王妃感情如何，护她是责任。帝玄一目光停留在帝江的脸上，打量几番才收回目光。王妃人在家中，灾祸凭空而来，何其无辜。一大群德高望重的大臣背后非议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实非君子所为，更何况谈论的还是如此荒诞的话题。另一群人附和：是呀，如此言论，难道不比话本中的思想更害人呐？以讹传讹，关键还有些人无知糊涂，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，被人牵着鼻子走。幸好皇上高明远识。对面几人想骂街，但不敢。帝玄义抬手，满朝堂顿时针落可闻。下朝之后，帝玄义对身边的人说：去请陆御史来见朕。晋王府内，吃过早膳，陆九晚踏出房屋，就见丫鬟奴才些在搬弄花草。他的院子里真的花团锦簇了。百花节是什么节？百花节是未婚男女最喜欢的日子，本来平日里男婚女嫁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但是到了百花节，每个人都手持花束，遇见心仪之人便可以将手中的花束赠予那人。一束花而已，按照现在的婚姻观念，双方父母不满意，那又有什么用？再说大街上见一面就敢定终身，是人是鬼都分不清，这些姑娘胆子真大。并非一花定终身，只是借此表明心意。送花和接花之人当然都是思量之后才敢送出和接受的，至于成与不成，成了最好，一段佳话，不成的话就是会耽误往后的美选，女子还是比较慎重的。走，看热闹去。奴才听说南晋的晋王妃才貌双绝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。蓝衣男子一个眼神看向他，男子立马淫笑着说：哈，昨日奴才听见几个人在议论一个画本，此画本几度被一抢而空。有趣的是，这个画本是南晋王的王妃所著。蓝衣男子顿觉有趣，好有意思的女人。王妃，咱们到清风轩了，这里是每年百花节最热闹的地方，每到今天，这附近的酒楼茶馆都是人满爆棚。清风轩高大华美，堂中还搭建了一个戏台，乐团在旁边吹拉弹唱，中间有一群女子在跳舞，台下四周坐满了饮酒喝茶聊天玩笑的男男女女，此时都站了起来，歌舞也暂停，面向这面表示尊敬。公子，您要的画本。对面蓝衣公子接过手下递给他的画本，看到封面，眼神有些错愕震惊。他抬头看向对面，女子高贵端庄，娴静美好。他又低头看了眼女王和他的风流俏公子。确定没买错？属下再三确定过，没有买错。蓝衣公子眉目一挑，饶有趣味地看向对面，真的是好有趣的一个女人啊。看着这本书，再看着她的人，仿佛能看到她的娴静中透着一股灵动美妙。陆九晚察觉到视线，下意识抬眸看去，正和他对上。蓝衣男人见他直直看过来，眉目含笑，神态变得更加玩味，风流至极。本以为对面女子会害羞回避，没想到她的目光半点不避让，甚至还翻了个白眼。傻缺，笑得那么骚，是想勾引他。虽然长得还不错，但不是他的菜，帝江那种才是他的菜，恋爱中勿扰。蓝衣公子蹙眉辨别，他嘀咕了什么呢？好似很嫌弃的样子，就是那抹嫌弃让他一下子陷入自我怀疑，隐隐郁闷。楼下有人在高声说话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下面到大家期待已久的环节了，有意参加比赛的人员名单已经拿到手了。这人念叨完，就有下人伴着琴上台，接着一个女人走了上去。陆九晚一看，有点眼熟。都说王妃极其擅长琴艺，如仙乐般动听，能否请王妃让大家都开开眼界？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，下面顿时沸腾起来，纷纷请求。是呀，
请求王妃让大家开开眼界。要是能听到那首女儿情啊，那就无憾了。换做平日是万万不敢吃想的，但今日是百花节，要是能得王妃一曲，那真是……王妃要不要回绝这些人？给他们弹一曲又如何？今日本王妃就与民同乐，叫他们拿琵琶上来。不能怂，关乎尊严和帝江的脸面。他只学过古筝，这身体的原身倒是什么都精通。白桃站在窗台边，说话的时候很有气势。我们王妃说了，盛情难却，本就是出来与民同乐的，弹一曲又何妨？劳烦取一架琵琶上来。楼下众人很是兴奋，特别是对女王和她的风流俏公子这话本爱不释手的一群人，本来就对王妃心生崇拜之意，更是激动不已。仰着头朝上看，见他过来坐下，大家自觉安静了下来。不是大悲大喜的曲子，绵绵忧思才是最绕人心的。一曲完毕，全场安静无声。蓝衣公子静静看着他这边，要说一开始只是因为觉得有趣才想来凑个热闹，想要看看这个王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，那他现在真的觉得这个女人很特别。王妃此曲天籁呀，不知道里面是否也和女儿情一样有个故事啊？底下有人问，众人纷纷抬头静待回答。陆九婉毫不犹豫，有。能否劳累王妃让大家开开眼？是啊，劳烦王妃给大家讲讲吧。写成画本比较好，可以珍藏。一时间下面纷杂的讨论声此起彼伏。陆九婉站起来压了压手，这个故事本王妃还要梳理一下，没有做好准备，等之后你们自然会看到。那不能让你们白嫖噻，回去随便编一个故事出来也是一笔收入啊。养老金金库来源+1。下楼，陆九婉准备上马车，却被一蓝衣公子伸手拦住。他手捧一盆花，脸上是温润绅士的笑容。今日是百花节，鲜花代表着爱慕之意，我对姑娘一见倾心，此花赠与姑娘，请姑娘收下。陆九婉退后一步，视线将他从头扫到尾。蓝衣公子笑意盈盈的脸色渐渐固化，回府慢慢微蹙眉头。哪一家女子敢这么直白地盯着一个男子看？说是别的女人会被认为是非常没有教养的行为，但是陆九婉看他直白中带着审视，审视中带着嫌弃，嫌弃中带着无趣，这让他非常不自在，蹙眉问：姑娘在看什么呢？眼不觉耳不聋的，你活腻了？姑娘此话怎讲？不知道谁是我男人？人人都叫他王妃，偏偏他装傻。蓝衣公子瞬间明白，扬起笑容，有些风流。我不在乎。陆九婉又打量他一番，见他眼里的认真，连帝江都不放在眼里的人，他猜测此人或许有点小身份，不做理会，全当遇见沙比了。正欲转身上马车，蓝衣公子手一伸，笑道：姑娘还没收下我的花呢。拿开。要是我不呢？陆九婉还没来得及发作，一把利剑破空而来，划破气流，声音让人胆寒。蓝衣公子站定之后，脸色铁青地看向那边，只见熙熙攘攘的人群纷纷恭敬拘谨地跪地行礼。一高大俊美的男人从跪地的人群中走来，眼含冰霜，气势逼人。蓝衣公子眼睛危险地眯着，看着他越走越近。也就是一瞬之间的事情，他的侍卫们反应过来，齐齐朝帝江攻击而去。慕白和元苍二人迅速应战，霎时刀光剑影，火花四溅。陆九婉偏头瞧见利剑插入地缝，周围几块地砖全都崩裂了。他转回头上前一步，和帝江擦身而过，麻溜地上了帝江身后的跟随而来的马车。你是靖王？北陵太子叶云舟。叶云舟对于帝江认出他来也不惊讶。这就是南京的待客之道。贵客上门自当以礼相待，只是没有想到堂堂北陵太子会做出当众戏弄妇人的举动来。
岂敢，只不过是爱美之心，人间有之。本宫见此女子貌美如花，只是情不自已的想送一捧花，聊表心意，何来戏弄之说？在南晋，美好的人或者物都是只可远观。哦。